汇龙计划海测成功，有望年底结案。进入2024年之后，汇龙计划就不断传来好消息，接连在苏澳港进行了2次海试，并都已成功结束。在海试期间，汇龙号潜艇内部设备运作正常，并成功发射了一枚 SUT 鱼雷。接下来就是万象鱼雷的水下定位启动系统以及氢燃料电池的测试。如果一切顺利，汇龙计划就将于2024年年底结案。问题来了，汇龙计划对台湾潜艇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在测试结束之后，汇龙号是否会转为作战潜艇？2019年，台湾启动汇龙计划，建造一艘水下无人载具测试平台，用于测试与潜艇相关的技术。龙德船厂负责建造舰体，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安装各种水下武器、声呐以及航海仪器。目前已经成功进行2次海试，9月初进行首次试航，9月底的第2次海上测试期间，成功发射一枚 SUT 鱼雷。根据当前的信息来看，汇龙号采用红白涂装双壳设计，长30米，宽3.6米，排水量近200吨，不是之前说的那样只有100吨，看上去像是一个微型潜艇。上方有一个类似潜艇帆罩的装置，前部装备了2部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533毫米重型鱼雷或者小型无人潜航器。一般潜艇具备的功能，汇龙号都有，目前已经进行了测试。2024年8月9日，汇龙号在苏澳港第3港开展首次水中测试，进行浮航与潜艇内部设备运作测试，一切符合规范要求后，就可以进行水下耐压测试。2024年9月11日，汇龙号首次试航，第1次海试主要是验证汇龙号航行与内部设备运作。9月26日，汇龙号在苏澳外海进行第2次海上测试期间，成功发射一枚 SUT 鱼雷。这意味着汇龙号上由中山科学研究院根据国外技术转移制造的鱼雷发射管通过了初步测试评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剑龙级升级后，以及8艘台湾自研潜艇都将使用美制 MK48、MOD6AT 重型鱼雷，有关测试鱼雷的相关设备需要向美国申请租用才可以。所以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制的鱼雷管不能直接进行 MK48 的相关测试，只能使用现有的 SUT 鱼雷来验证鱼雷管的基本功能。虽然 SUT 鱼雷与 MK48 都是533毫米，但后端控制设备完全不同，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测试。接下来就是水雷的水下定位启动系统以及氢燃料电池的测试。优先级最高的是水雷定位，当万象系列水雷沉底进入休眠静止时，可以通过定位系统得知水雷是否受海流影响而移动位置。实际作战时，也可以通过该系统启动水雷的感应系统，进入接战模式。动力系统则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台湾新创科技博览会展出的氢燃料电池，目前该系统已经安装在汇龙号上进行测试。虽然汇龙号配备了螺旋桨和尾舵，但是在前2次海上测试中，汇龙号并没有动力系统，自然无法自主航行，都是由工作船拖带进出苏澳港，船上也没有工作人员，而是通过信号缆线由水面上的工作船遥控作业。如果水下定位启动系统与氢燃料电池的测试通过，汇龙项目会于2024年年底结案。按照台湾最初的目的，汇龙号潜艇只是一个测试平台，测试台湾厂商研发的潜艇设备是否可以良好运行。台湾经济部评估发现，自己有能力制造潜艇的设备，包括主发动机、空调、液压控制系统、复合材料、动力电缆、燃料电池、推进螺旋桨等项目。台湾本地企业制造的设备账面数据已经达到了在潜艇使用的标准，就比如潜艇的液压控制系统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技术，唯一缺乏的就是实际运用的数据。正因如此，当厂商想要以最新技术升级潜艇时，都被台湾海军拒绝了，原因就是没有相关认证的数据。
于是就有了汇龙计划。汇龙号可以通过水下环境的测试来验证这些设备的可靠度是否达到要求，也能保证台湾自制潜艇的装备自制率。等到测试结束之后，这艘汇龙号潜艇就会无事可做。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台湾可以获得的潜艇零部件变多，原本自制零部件的步骤被打乱，而且台湾现在也没有研究新水下技术与设备的计划。汇龙计划结案之后，汇龙号就没有其他任务了。那么该潜艇会不会转为作战武器呢？按照台湾原本的规划，后续还会建造7艘汇龙号的改进型，并搭配台湾自制的武器系统和装备。只是就目前来看，这7艘舰艇虽然已经编列预算，但是配合研究水下设备的预算，台湾并没有在2025年编列。所以也有消息称，汇龙号会与光荣之星海上测试艇一样，成为闲置的设备。之前，中山科学研究院委托龙德船厂建造了一艘80吨的双船体，也就是光荣之星海上测试艇，并于2019年3月15日下水。之后，该测试艇进行了电子战、雷达与火炮的测试，只是因为吨位太小，海剑0导弹系统与海攻3导弹的测试只能由高雄舰测试。随着沱江级的量产，光荣之星测试舰的功能也逐渐弱化。但是中山科学研究院每年还要拿钱给龙德船厂用于维护光荣之星测试舰，不排除汇龙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也有消息称，在阶段性研发完成之后，汇龙号会转型为作战潜艇。不过，中山科学研究院也对外表示过，汇龙是用来测试潜舰声呐等侦搜系统，是水下任务的测试平台，不能当作真正的潜艇。就火力军而言，汇龙号具备成为作战潜艇的资质，比如作为无人潜艇发射无人潜航器，这是最适合台湾的用法。台湾海峡的平均水深只有60米，有一部分区域甚至还不到10米，连一些大型船只都有搁浅的可能，更别说潜艇了。就目前来看，台湾海峡更适合1000吨甚至是更小的小型潜艇。如果体型太大的话，在水下运动时很容易被发现，但是体型太小的话，又会出现无法满足需求的可能。毕竟体型小也就意味着能携带的补给有限，潜艇不够持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都没有兴趣发展潜艇，即使下定决心推进自制潜艇计划后，在发展中型潜艇还是小型潜艇方面犹豫了很久。不过无人潜艇的出现为台湾海军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无人潜艇的体型更小，隐蔽性更好，造价也比较便宜。由于是无人，潜艇也不需要上浮补充空气、饮水与食物，更适合长时间水下待命。之前还有媒体称，台湾现在正在规划的水下无人平台将参考美军的福分无人潜艇。当然，该项目不限于自行研制，也可以外购或者找其他人合作。比如日本就计划在2030年年底之前达到水下无人载具产业化的目标。三菱重工也正在制造无人潜艇。除了汇龙号之外，中山科学研究院还在研制代号快骑项目的无人攻击艇，预计在2024年至2025年建造4艘原型艇。同时，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前研制的勇武项目遥控靶船，其实也可以发展为自杀式无人艇，执行近岸防卫、猎雷等任务。就性能而言，无人潜艇可以像无人机那样改变战争模式。乌俄战争爆发后，无人装备彻底改变了战场。乌军无人机接连炸毁俄军坦克，自杀式无人艇更是将俄军黑海舰队赶出黑海。水面之下的作战则变成了无人潜艇的天下。有人潜艇与无人潜艇结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无人潜艇的建造与维护成本要比有人潜艇低得多。一些比较危险的地区也可以交给无人潜艇负责。士兵的任务就是输入代码指令，剩下的就由 AI 系统负责。比如携带水下机械臂执行排雷任务，或者在敌方的港口和航道等区域布放水雷。执行其他任务时，无人潜艇可以滞留更长的时间，只要动力跟得上，可以一直待在水下。加上体积较小的优势，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发起攻击，或者是搭载声呐、光学摄像头等设备侦察敌方的情报。同时，大规模集群化的无人潜艇也可以像乌俄战场上无人机那样，威胁一个比自己强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大型舰艇。除此之外，无人潜艇也可以充当水下通信的中继站。
传统的水下通信设备传输距离会有一定的限制，而无人潜艇可以作为移动节点，负责水下通信信号的传输。不过，想要实现以上这些，台湾的潜艇还有一段路要走。从技术角度来看，虽然无人潜艇的体型不大，但系统相当复杂，动力系统和流体力学设计、水下通信链路、水下定位导航、水下探测等技术一个都不能缺，并且很多零部件都需要小型化。总的来说，即使汇龙号之后不会成为台湾首艘军用无人潜艇，也可以为台湾的新潜艇提供技术支持。在建造 IDS 后续量产舰时，台湾生产商制造的设备都可以在汇龙号上测试。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汇龙计划结案之后，汇龙号会被改装成作战潜艇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